嗨，我是 Jasper。刮胡子会刮伤，简单来说就是刀片切到了不该切的东西。我们的脸有凹凸起伏，像是下巴跟嘴角，它们都不是平面。拉伸皮肤可以把不平的区域变成一个平面。除了可以避免切到不该切的东西，拉伸皮肤可以使脸上的胡子直立起来。刮胡刀可以更容易切到胡子的底部，可以刮得更干净，不必再重复刮，就可以减少刮伤的几率。嘴角、下巴之类麻烦的地方，拉伸皮肤可以把胡子从凹陷的地方推出来，就像把机器翻开来洗比较干净一样。拉伸皮肤可以更容易处理麻烦的区域，就像拉紧一条橡皮筋。拉伸皮肤也可以把皮肤的表面变得更硬、更强韧。刀片可以更容易在皮肤上滑动，刀片的角度可以很容易保持，不容易插进皮肤，可以大大减少刮伤的几率。相比于直剃刀，第一安全刮胡刀多了护杆这部分。护杆的功能就是在刀片的前面拉伸皮肤、整平皮肤，但是只靠这个小小的护杆有时候还是不够的，不然你也不会刮伤啊。拉伸皮肤就是无限放大护杆的技巧，不管你是用哪种刮胡刀，甚至是电动刮胡刀也能通用，请务必试试看。不过拉伸皮肤并不是拉越大力越好，过度拉伸皮肤会导致毛囊向上隆起，这样刮胡刀会切到隆起的部分。除此以外，过度拉伸皮肤，胡子会过度的外露，过度外露的胡子被切断，缩回毛孔，可能会产生内生长的问题，就跟合刀把胡子拉起来再切掉的状况类似。拉伸皮肤的目的是要压平皮肤的表面，所以不要拉过头，判断标准是表面平整就可以了。用手指拉伸皮肤是最常见的做法，至于要往哪个方向拉提，以往的说法是，你必须知道你胡子生长的方向，也就是要绘制你自己的胡子地图，因为胡子是长斜的，不是长直的。如果要让它容易切割，就要把倾斜的胡子变得直立。比如说这个胡子是从左往右生长，你就朝它反方向拉伸，胡子就会被拉直了。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到毛流的问题，比如说这个人的胡子是螺旋状的，那你要怎么拉？螺旋丸吗？像是脖子这种弧度错综复杂的地方，你能拉伸皮肤的方向很有限，正刮、侧刮、逆刮，刀片的方向又不一样，所以并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，并不一定要朝胡子生长的反方向拉，你只要把皮肤拉平就可以了。在这里我有一个建议，你可以朝刀片行进方向的反方向拉伸，刀片跟手指形成两个方向相反的力，会让皮肤拉伸的效果更好。鬓角、脸颊，这里你可以拉着耳朵拉伸这边的皮肤。脖子，这里是角度最复杂的地方，不要想太多，按住脖子下半部往下拉。下颚线下方，跟脖子一样，按着下半部往下拉。下颚线，这个地方弧度很大，把这个位置的皮肤往上拉就很简单了。嘴唇上方，你可以捏着鼻子往上拉，这样这个位置的皮肤就会被拉伸。嘴角，一只手指头不够，你可以用两只手指头把嘴角撑开。嘴唇下方，一样用两只手指撑开。下巴，跟下颚线一样往上拉。用手指拉伸，你可能会遇到手指沾到泡沫太滑抓不住的问题。两个解决方法，第一个，手指沾水，在明矾上面摸一摸，抓地力就会变强。第二个，调整你的刮胡子顺序，从外圈刮到内圈，也就是先刮脸颊、脖子等等泡沫边缘的地方，嘴巴周围留到最后再刮。刚才在嘴角部分有提到可以用两只手指，两只手指还有另外一种技巧，除了往外拉开以外，
还可以往内把皮肤捏起来，像是有的人人中很深，或是有些人有屁股下巴，凹陷下去很难拉开，这时候可以用2根手指把皮肤捏起来，就很好处理了。脸颊，你可能看过某些人把嘴巴打开，像打哈欠一样，那就是使用脸部的肌肉来帮助拉伸皮肤。脖子，像是刚才说到刮下巴的位置，你可以把头往上抬高一点，利用肌肉拉伸皮肤。这里要特别讲喉结，你可以用吞口水的动作，让喉结往上移，这样就很好处理了。下颚线下方，搭配手指动作，抬头。下颚线下方还有另外一种做法，下巴往下，低头，像是把双下巴挤出来一样，很像是青蛙本给龟，这样可以把下颚线的部分填平。下颚线跟下巴，嘴巴打开，下嘴唇往内收，这部分的胡子就会往上移动了。嘴唇上方跟下方，把上下嘴唇往内吸，小心不要吃到泡泡。这里不好处理的是嘴角的部分，请看下一个方法。舌头是针对嘴角最有用的方式，它可以从内往外顶，把胡子从凹凸不平的嘴角顶出来。记得不要把舌头伸出来哦，不然刀片就会跟你拉鸡。嘴唇上方就是把舌头移到上排牙齿外面，嘴唇下方比照办理。就像小朋友生闷气，腮帮子鼓鼓的，用空气从内往外把胡子顶出来。脸颊。嘴唇上方跟下方，你可以把这些方法互相组合，搭配在一起做是最好的。像是下颚线，除了嘴巴打开以外，用手指拉提一下，效果会更好。其实从小你妈就叫你要拉伸皮肤，你忘记了吗？她都会说：“你回去就知影。”甲我皮变较暗嘞。